近日，德国一家很大的门户网站德国电信 T-Online 刊登了一篇访谈录，是关于西方衰落的。访谈对象叫约翰·拉普利，我们来看看他的简介。约翰·拉普利的学术生涯始于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结束于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在此期间，拉普利以记者、学者和政策顾问的身份，在发展中国家生活和工作了30年。他还是加勒比政策研究所智囊团的共同创始人。他出生于加拿大，同时拥有英国和牙买加的国籍，现在是一名全职作家。2024年，拉普利与历史学家彼得·希瑟共同出版了畅销书《陨落的帝国：罗马、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好，朋友们，从上面的介绍来看，这位身兼多职的人似乎与中国没有任何交集，这也体现在访谈录中他多次提到中国的地方。对中国的观点，他就像在复述德国媒体的宣传观点，也就是说，没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观点，肤浅到根本不像一个学者及政策顾问，至少对中国的观点错到离谱。如果这样的人给西方做顾问，或者给其他国家做顾问，那所期盼的美好未来也不过是黄粱美梦而已。为什么我这么说？大家等一下看他的回答就知道了。不知道你们看过之后，你们的观点是否与我的相吻合？好，我们来看看该访谈录。西方的衰落，德国必将付出高昂代价。约翰·拉普利说，美国和欧洲正在失势。这位政治经济学家警告说，西方现在正面临着与罗马人相同的命运。拉普利建议说，现在必须避免一个巨大的错误。旧有联盟摇摇欲坠，经济陷入瘫痪，民粹主义正在庆祝成功，德国和整个西方都遇到了大麻烦。不仅俄罗斯正在瓦解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唐纳德·特朗普也想粗暴地带领美国恢复昔日的伟大。政治经济学家《陨落的帝国》一书的合著者约翰·拉普利预测，特朗普不太可能在这方面取得多大成功。他与别人合作写过名叫《罗马、美国和西方的未来》一书。为什么追求昔日的伟大如此危险？为什么德国、美国和西方国家要努力避免重蹈罗马帝国的覆辙？德国已故外长 Westerwelle 为什么对罗马晚期的颓废的看法大错特错？约翰·拉普利在一次访谈中回答了这些问题。以下是德国电信的提问：拉普利先生，1989年铁幕拉开后，西方在全球的胜利似乎势不可挡，但在今天看来，西方帝国正在衰落，这是怎么造成的？约翰·拉普利说，西方的确在衰落，但这不仅仅是看起来如此。不久前，西方在其鼎盛时期曾占全球经济产出的80%，如今在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之后，西方仍占60%。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自信心爆棚，但如今却饱受自我怀疑和恐惧的困扰，经济停滞不前，政治分裂加剧，历史进入了倒车档。我们不应自欺欺人。德国电信问：正如您与古代历史学家彼得·希瑟在《陨落的帝国》一书中所写的那样，西方并不是第一个遭受这种命运的帝国。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与大约1500年后的美国和西方有什么关系？拉普利说，相当多。这是因为帝国有其生命周期，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帝国始于经济发展，一个新帝国产生新的财富流，帝国核心从中受益，至此一切顺利。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获益的不仅是帝国，还有帝国的外围地区。外围地区日益强大，从某一阶段开始可以抵制帝国的统治。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政治人物，还可以在某一阶段向帝国发起挑战。今天我们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案例中，再次看到的这种主要由经济和政治进程主导的循环。德国电信问：普京和习近平显然是在向西方提出全球权力诉求。拉普利说，俄罗斯是通过战争来实现这一目的的，而中国迄今为止依靠的是其他手段，首先是经济。一方面，西方已经度过了其经济高峰期，这一点无人可以否认。罗马等帝国都经历过兴衰阶段，今天的西方也不例外。
我们并没有面临灭顶之灾，但我们必须格外小心。我们可以从罗马的命运中学到一些东西。德国电信问：现在唐纳德·特朗普想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来反对美国的衰落，他有成功的机会吗？拉普利说：我们对此提出明确警告，帝国的生命周期必然导致帝国核心的相对衰落，任何试图阻止这种衰落并让西方恢复昔日伟大的蛮横做法，都可能加速这一进程。我们在英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自英国脱欧以来，该国已趋于倒退。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美国等其他国家。如果西方国家试图通过一如既往的恢复昔日的伟大，那么他们的相对衰落就会变成绝对衰落。特朗普永远无法兑现他的承诺。德国电信问：特朗普正在采取一种不那么柔和的做法，冷落加拿大和欧洲等老盟友，并一再威胁要征收惩罚性关税。这种做法的风险有多大？拉普利回答：这是相当冒险的。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后果可能会很严重。例如，我预计市场会出现大幅调整，股市崩盘也很有可能，或者至少经济增长会急剧放缓。此外，为夺回美国在全球产能中的份额而与中国展开的经济战，也有可能导致进一步倒退。美国确实正在面临这种危险。唐纳德·特朗普的团队以及众多美国的经济分析师对一个事实的关注实在是太少了。德国电信问：哪个事实？拉普利回答：美国的经济及其成功与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直接相关。20世纪90年代末，在亚洲危机期间，大量资金从发展中国家的富裕阶层流向本应是安全避风港的美国。当时，美国和西方正处于鼎盛时期，美国商业媒体将其归因于数字领域的新技术，而实际上得益于来自亚洲的大量资金。2000年，网络泡沫破裂，随后美国房地产崩盘，现在大量资金再次流入美国，这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因为最新指标再次表明资金流开始逆转，因此欧洲和亚洲股市的表现开始超过美国股市，资金正在回流。德国电信问：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经济方面也难以预测？拉普利回答：特朗普对关税情有独钟，下一个可能就是欧洲。他还想削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特朗普和万斯刚刚在白宫修理泽连斯基的方式，清楚地表明了时代和美国的变化，这会加速走向危机的决定性进程。因此，是的，确实存在发生严重经济事故的风险。德国电信问：特朗普在表达他对格陵兰岛的野心时，还打破了许多外交瓷器。他还希望看到您的出生国加拿大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拉普利回答：欢迎特朗普去尝试。假设美国吞并了加拿大，这一步将保证共和党人再也不会成为总统，因为我的加拿大同胞传统上比美国更偏左，所以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因为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加拿大、加沙甚至格陵兰，有许多分析家都在从特朗普的声明中找到连贯的战略。事实上，在我看来，特朗普更有可能只是从一个想法跳到另一个想法。但如果购买格陵兰岛真的是认真的，那么这个过程肯定会比特朗普的任期更长，因此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另一方面，德国电信问：另一方面，特朗普却把与崛起的中国的竞争看得死死的。罗马帝国在与波斯萨珊王朝这个古老的超级大国的冲突中虚耗了自己的力量，这是否值得与其相提并论呢？拉普利回答：我的合著者彼得·希勒对此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罗马人对萨珊王朝发动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是一场选择之战。萨珊王朝摧毁了罗马人的军团和资源，换句话说，这是一场选择之战，而非必要之战。罗马人根本不需要战争，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打仗呢？这是出于保持世界霸权地位的决心。罗马人容不得任何对手，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听起来应该非常熟悉。德国电信问：与此同时，中东持续不断的战争削弱了罗马的力量，而其他边境地区也危机四伏。拉普利回答：罗马人耗尽了资源，再也没有能力抵御入侵，因此他们被压垮了。特朗普和美国人应该认真思考未来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在经济上，
中国和美国相互依赖、紧密相连，对北京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造成的每一次损失都会给美国带来后果。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试图通过公开冲突遏制一个崛起的、相互竞争的超级大国，绝非明智之举。古代历史告诉我们，罗马帝国和沙珊王朝最终都灭亡了。中国电信问，中国的行为咄咄逼人，例如威胁台湾民主。与此同时，中国海军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至少在纸面上是这样。而北京希望在全世界施加影响，美国和西方是否应该接受这一点？拉普利回答，西方不应全盘接受，我对中国持批评态度，但我们应该牢记，中国所做的许多事情看似好战和令人担忧，实则代表中国传统利益的复兴。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霸主，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导致了中国的衰落。我的观点是什么？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人们对南海日益军事化感到担忧。当英国在2019年推出其新航母时，时任国防大臣立刻希望将其派往南海，以警告中国。电信说，中国正显示出控制这一地区的野心，而这一地区对全球经济是如此重要。拉普利说，但是如果中国宣布在英吉利海峡部署一艘航空母舰，让英国按规则行事，世界会作何反应？中国正成为远东地区一个日益重要的角色，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美国拒绝中国获得某些微型芯片的行为不会改变这一点。然后电信问，你有什么建议？拉普利回答，中国再次变得强大，美国不应对此做出公开对抗的反应，因为代价可能会太高了。尽管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更加沙文主义，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实际上在努力称霸世界。是的，中国也面临着真正的挑战，包括台湾问题。西方没有人希望看到民主在那里像香港那样被瓦解，尤其是不能用军事手段。挑战还包括北京的各种不公平贸易行为，西方国家理所当然地反对这些行为，这尤其符合你们德国人的利益。然后电信问，因为我们的经济仍处于危机之中吗？拉普利回答，德国坚持的是一种没有未来的商业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对其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因此也是对其未来的投资，而德国却受制于债务刹车。相反，德国现在不得不付出更多，以避免被完全抛在后面。1980年，当我第一次访问德国时，德国铁路以其准时而闻名。今天呢？德国电信问，所以您建议下届由基民盟、弗里德里希·梅尔茨领导的联邦政府至少调整债务刹车政策。拉普利回答，德国最好这样做。德国的遭遇是如此悲惨，这个国家现在必须为过去的错误付出高昂代价。电信问，谁的责任？拉普利回答，就拿德国的汽车工业来说吧，柴油车丑闻让他失去了太多的信任，整个政治阶层对此视而不见。事实上，德国的危机可以归结为一个词：默克尔。德国电信问，您得给我解释一下。然后这位加拿大人拉普利回答，请原谅我评论贵国的政策，但我认为默克尔并不是一位好总理。除了对俄战略失误之外，默克尔还让德国的基础设施进一步恶化。德国现在必须迅速进行大量投资。德国电信问，相反，移民议题在上届大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又让我们想起了罗马帝国及其灭亡。德国选择党圈子警告说，野蛮人和民族移民曾一度导致罗马灭亡。拉普利回答，他们的说法与美国特朗普的说法如出一辙。后者认为无节制的移民是万恶之源，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罗马必须对付像匈奴这样的好战的民族，他们拥有像阿提拉这样的将军，这与今天冒着风险乘小船横渡地中海的人完全不同。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美国特朗普，无论你在哪里，几乎所有这些资本主义运动的共同点都是希望减少移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逆转移民。他们认为移民是一种威胁，但是考虑到西方国家的人口状况，在可控的情况下，
进一步的移民是不可避免的，也符合雇主的利益。德国电信问：正如你所说，西方正处于意义危机之中。在德国，我们有一个关于罗马晚期颓废的说法，有什么道理吗？拉普利回答：这个说法来自前自民党党魁 Guido Westerwelle， 不是吗？事实上，罗马在灭亡之前就已经在文化上腐朽了。整个故事可以追溯到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然后电信记者打断了专家，他早在18世纪就出版了多集历史巨著《罗马帝国的衰亡》。以下是拉普利回答，这段咱们就省略了，因为讲的就是当年罗马帝国的特殊历史。我们接着往下。电信问：请您解释一下。然后拉普利回答：2015年巴黎发生了可怕的恐怖袭击事件。弗格森随后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他在评论中写道：欧洲不仅变得颓废，还让外国人进来了。吉本斯向他问好。弗格森的论点和志同道合者的论点会带来什么后果呢？筑墙、控制边界、将外国人拒之门外，展示民族主义肌肉，这就是特朗普的剧本。不幸的是，他大错特错。举个例子，在美国，非法移民仅占总人口的5%，而与此同时，据我们所知，这些人却是最具生产力的劳动者。当然，美国和欧洲都存在移民问题，我不想否认这一点，但这并不能摧毁我们的文明。德国电信问：您有什么建议可以让西方在当前充满战争和冲突的高度危险的全球局势中生存下来？拉普利回答：西方有个巨大的优势，文化，这是西方力量最强大的要素之一。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都以文化为特征。全世界的学生喜欢听哪种音乐？美国音乐。谁引领时尚潮流？法国。尽管危机和丑闻不断，哪些汽车品牌仍被视为身份的象征？德国。中国的文化输出并没有达到同样的程度，因为它根本没有西方文化的吸引力。这与罗马帝国又有异曲同工之妙。希腊罗马文化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我们今天仍在借鉴。德国电信问：有形的政治又如何？拉普利回答：筑墙历来是个馊主意，这根本行不通。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西方的重要性正在相对下降。这听起来很难，但如果处理得当，不一定会以灾难收场。通过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将能够保持我们的生活水平，这比我们前辈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西方国家也可以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但在这个变得如此脆弱的世界上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最重要的是，政治人物必须向西方社会的人们讲真话。德国电信问：什么真话呢？拉普利回答：如果没有轰动的技术革新，目前还看不到西方将再也无法像早前那样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还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移民。还有谁来帮养老？谁来确保生产？德国电信问：最后一个问题，罗马帝国有很多皇帝，包括伟大的政治家和成功的将军，但也有暴君、骗子和自大狂。有没有一位罗马皇帝像唐纳德·特朗普？拉普利回答：这是个好问题。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彼得·希勒，作为历史学家，他更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彼得告诉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很像特朗普，因为罗马皇帝这个职位所处的意识形态和礼仪环境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荒唐的妄自尊大是当时的主流。我想这就说明了一切。好的，各位朋友，前面咱们看了访谈录后，你们的观点与被采访对象接近吗？你们觉得中国对外咄咄逼人吗？西方能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平吗？请你们发表你们的观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